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残酷的人生定律？很多人在经历了千辛万苦，终于爬上事业的巅峰，或者好不容易谈了一场稳定的恋爱，步入婚姻的殿堂，甚至只是终于存到了一笔钱，买了梦想中的房子。就在你以为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准备长长吐出一口气，享受人生的时候，危机往往就在这最完美的一刻悄悄降临。事业突然遇到瓶颈，完美伴侣突然提出分手，又或者身体无预警地亮起了红灯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人类真的有一种不配得到幸福的魔咒吗？为什么好运总是无法长久？其实早在3000多年前，中国古人就已经看透了这个宇宙运作的终极秘密，并且把它写进了《易经》里。今天我们要深度拆解的就是《易经》64卦当中最受人欢迎，但也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一卦，第11卦地天泰卦。我们常说三阳开泰，国泰民安，否极泰来。这个泰字代表着极致的平安、顺利、繁荣与通达。但是如果你以为泰卦只是在教你怎么享受成功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泰卦真正的核心是一个极度清醒，甚至带着一丝冷酷的警告。最完美的状态就是崩盘的开始。今天这集内容资讯量非常大，我会带你从泰卦的卦辞、大象传一路深入到6个爻的真实含义。这不只是一堂国学课，这是一套完全可以对应到你现在的职场、感情、投资，甚至是人生低谷与高峰的生存演算法。我会告诉你，当你身处顺境时该如何防守，当你预感危机时又该如何布局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直接进入主题。让我们先来看看泰卦的长相。泰卦的结构很有意思，上面是坤卦，代表地，下面是乾卦，代表天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天明明在上面，地明明在下面，为什么泰卦却是地在天上呢？这样不是颠倒了吗？这就是易经最高级的智慧所在。天代表阳气，它的本性是向上生发的；地代表阴气，它的本性是向下沉降的。如果天在上面，地在下面，天气一直往上跑，地气一直往下沉，两者永远不会相交，那就成了死局。在易经里，这叫天地否卦，是闭塞不通的。但是当我们把地放在上面，天放在下面，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地气向下沉，天气向上升，两股力量在中间相遇、碰撞、交融，天地交感，万物才能生长。这就对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：动态的平衡与深度的沟通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是老板，你不能永远高高在上，你必须主动放下身段，去倾听基层员工的声音。如果你是父母，你不能总是摆出长辈的架子，你要蹲下来，进入孩子的世界。如果你是伴侣中比较强势的那一方，你要学会示弱。只有上位者向下走，下位者向上走，双方产生了真实的交流与同理心，这才是真正的泰，这才是真正的和谐。所以泰卦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残酷真相是，和平与繁荣从来不是静止的，它是一种需要不断消耗能量去维持的动态沟通。我们来看看泰卦的卦辞。泰，小往大来，吉亨。短短8个字道出了好运降临的规律。小往就是微小、阴暗、负面的东西离开了，大来就是盛大、阳光、正面的东西到来了，吉祥、亨通。但这里隐藏着一个行动指南，你要先愿意让小离开，才能迎接大。在人生中，这个小可能是你纠结的面子，是眼前的蝇头小利，是你不愿意放下的无效社交，或者是你内心深处的恐惧和嫉妒。当你主动清理了这些小，你的格局被撑开了，大好运、大贵人、大机会自然就会流向你。接着我们看大象传怎么说。天地交，泰，后以才成天地之道，辅向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这句话是整部易经里最霸气的教诲之一。
老天爷给你一个好时代、好运气，天地交融了，然后呢？难道你就躺平睡觉吗？绝对不是。后指的是君王，也就是你自己人生的主宰者。面对美好的太卦，你必须财成和辅相，也就是说，你要利用这个顺境去建立制度，去规划未来，去把所有的资源做最妥善的分配。在你的个人生活中，这代表着当你现在工作稳定、收入不错的时候，你不是拿去挥霍，而是要开始理财、买保险、投资自我，建立被动收入的系统。当你们夫妻感情最好的时候，你们不是每天只会吃喝玩乐，而是要趁着这个时候冷静地讨论未来的家庭规划、教育基金，甚至建立你们专属的沟通机制。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修屋顶，这就是大象传给我们最实用的生活建议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精彩的部分。太卦的6个爻就像是你经历一段黄金岁月的6个阶段，从开始发迹到全盛时期，最后走向衰败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做？初九，拔毛如以其会，征吉。这句话的画面感极强。拔起一根茅草，因为它的根部是在地下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，所以一拔就会连带拔起一大串，往前行进，吉祥。这对应到你人生的发迹期。当你刚刚进入一个好运的循环，或者刚开始创业，刚进入一个有潜力的新领域时，你要记住一个字：群。你不能单打独斗。初九告诉你，你的成功是建立在团队和人脉上的。你就像那根茅草，你要带动身边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往前冲。在职场上，当你拿到一个好专案，不要只想着一个人独吞功劳，要把利益分给团队，带着大家一起升职加薪，你的位子才会稳。在投资上，这代表要顺应大趋势，跟着市场的主流资金一起行动。这是一个打群架的时代，找对你的茅草根兄弟，大胆往前走，会非常顺利。九二，包荒，用缝合，不暇夷，朋王，得上于中行。这段话讲述的是太卦进入第2阶段，你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和地位，这时候考验来了。九二给了我们4个修炼法则。第一，包荒，要有包容荒废的度量，你要能容忍那些不完美的人事物，甚至是曾经得罪过你的人。第二，用缝合，缝合就是徒步过河，这代表你虽然包容，但遇到该决断的事情时，你要有赤手空拳过大河的勇气和魄力。第三，不暇夷，不要遗漏了远方的人才或者冷门的机会，眼光要放长远。第四，朋王，这一点最反直觉。朋王就是不结党营私，为了大局，你必须打破小圈圈，甚至牺牲某些朋友的利益，做到绝对的公正。最后，得上于中行，只要你秉持中庸之道，就能获得推崇。如果你是一个中阶主管，或者是一家之主，这一爻完全就是为你写的。你要对下属有极大的包容心，但在关键时刻敢于承担风险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不能有私心，不能偏袒自己的亲信。在感情里，这意味着你要包容伴侣的小缺点，但在面对家庭重大决策时，你要有肩膀扛起责任，不偏袒自己的原生家庭，做到真正的公平，这段关系才会稳固。九三，无凭不卑，无往不复，坚贞无咎，勿恤其福，于时有福。请把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你的脑海里，这是太卦的核心灵魂，也是整部易经中最充满哲理的一句话。世界上没有永远平坦的路，一定会有上坡和下坡，没有永远的离去，一定会有回归。这就是太卦的顶点，也是危机的起点。当你处在人生最顺遂、最快乐的时候，九三爻像一盆冷水泼下来，警告你，准备好，下坡路要来了。但这不是要你悲观，而是要你拥有反脆弱的心态。坚贞无咎，在艰难中保持正道，就不会有灾祸。勿恤其福，于时有福。不要过度忧虑，只要你心中有诚信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保持平常心，就能享有福气。当你连续几年业绩第一，
当你的股票翻了好几倍，当你的婚姻幸福的让人嫉妒时，请启动危机意识，不要骄傲，不要扩张信用。要知道，低潮是宇宙的常态。当挫折真的来临时，不要崩溃，不要觉得老天不公平，因为无平不悲是自然规律。保持你的核心竞争力，坚守底线，然后该睡觉就睡觉，该吃饭就吃饭，不要因为过度焦虑而搞垮了身体。你能扛过这个转折点，就是最大的福气。64，偏偏不负以其灵，不戒以福。过了转折点，我们来到了太卦的下半场。64是一个阴爻，处在柔顺的位置，偏偏是像鸟儿一样轻盈飞下的样子。不富以其邻，不靠财富，而是靠着和邻居，也就是下属或大众的感情。不戒以福，不需要互相防备，因为彼此有着深深的诚信。这代表什么？当时代开始转变，或者组织进入稳定期，甚至开始有一点僵化的时候，维持局面的武器已经不再是权力或金钱了，而是真诚与同理心。上位者必须像鸟儿一样，轻轻地降落到基层，跟群众打成一片。面对公司的老员工，或者进入老夫老妻状态的伴侣，不要再用砸钱、送礼物或者发号施令的方式来维持关系。64告诉你，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情感的共鸣。老板要愿意走进茶水间听员工抱怨，父母要放下身段，不带评判地听孩子说出学校的蠢事。夫妻之间要能坦诚自己的脆弱。当大家不用防避彼此时，这种基于信任的关系比任何财富都来得坚不可摧。65，地以归妹，以指元吉。这是太卦的最高潮，也是最完美的一种政治与人生智慧。地以是商朝的君王，归妹是把自己的妹妹嫁出去。堂堂一个天子，把皇妹下嫁给诸侯或者臣子，这意味着最高权力者愿意主动委屈自己，自降身份，去完成一场伟大的联姻，从而换取长治久安。这会带来深远的福祉和极大的吉祥。这是关于格局和让步的终极智慧。在商场上，这叫强强联手，或者大企业愿意给小公司极好的条件来并购，甚至是你作为一个行业大佬，愿意把舞台和利益让给年轻人。在婚姻和感情里，65教导我们，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怕低头。如果你明知道只要自己道个歉，退让一步，就能换来家庭的和谐与夫妻的恩爱，那你为什么要死要面子？高贵的人愿意主动示弱，这不仅不会贬低你的价值，反而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圆满。放下那无用的自尊心，去换取实质的幸福吧。上6，承父于皇，勿用师，自缢告命，真令。盛极必衰，曲终人散。我们来到了太卦的最后一个爻，城墙崩塌，倒塌到当初挖出来的护城河里。这时候，面对彻底的衰败和失去，该怎么办？勿用师，绝对不要动用军队去抵抗。也就是说，大势已去，不要再垂死挣扎，不要再做无谓的对抗。自缢告命，退回到你自己的小领地，宣告命运的安排。如果这时候你还固执己见，死不认输，只会带来羞辱和遗憾。这可能是整部易经中最让人心痛，但也最慈悲的建议。当一个产业已经被时代淘汰，当一家公司注定要破产，当一段感情对方已经彻底变心，甚至当生命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尽头，你该怎么办？上6告诉你，接受它。不要打官司耗尽家产，不要死缠烂打失去尊严，不要去咒骂老天爷。城墙倒了，就让它倒吧。你要做的是停损，收缩你的防线，保护好你最核心的家人，你仅存的健康和资产。承认失败是人生最难的一刻，但唯有承认这一段态已经结束，你才能保留元气，去迎接下一个轮回的开始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再回顾一次太卦带给我们的人生剧本。太卦绝对不是一张让你无限期躺平的免死金牌，它是一套极度动态的生存法则。
当你晚起步时，你要懂得借力使力，与人结盟；当你小有成就时，你要包容异己，敢于决断，大公无私；当你身处巅峰时，你要有极强的危机意识，时刻准备迎接下坡路，并且保持心态的平稳；当局面需要稳固时，你要放下身段，用真诚去打动身边的人；当需要创造更大格局时，你要懂得战略性的让步，主动示弱，以换取双赢；而当繁华落尽，无可挽回时，你要有认输的勇气，潇洒放手，保全根本。人生本来就是由无数个泰卦和否卦交织而成的，我们追求泰，但我们不能迷失在泰里。真正的智慧不是祈求永远没有风浪，而是在风浪来临前修好船舱，在风浪来临时稳住方向盘，甚至在船只注定沉没时，懂得果断跳上救生艇。这就是易经地天泰卦传递了3000年的终极密码。现在我想问问目前的你，检视一下你现在的生活，你的工作或者你的感情状态，你觉得自己现在正处于泰卦的哪一个阶段呢？是正在往上冲的初9，还是处于巅峰但隐约感到焦虑的93，又或者是正面临城墙倒塌需要勇敢放手的上6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写下你现在的处境和你的感受，我们一起在留言区探讨，互相交流。有时候把现状写下来本身就是一种最强大的疗愈和破局的开始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启发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、订阅，并把它分享给身边那位现在正处于人生高光时刻，或者正面临巨大转折的朋友。或许这正是他此刻最需要听到的一段话。天地交泰，愿你我都能在顺境中保持清醒，在逆境中看见希望。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